众所周知，这是杨建平职业生涯打老外最狠的一次，扛起韩国名将就往地上砸，砸得老外眼冒金星。为何杨建平对付老外的手段极其残忍？那是因为这个老外太无理，竟在中国的擂台上使用违规招式，恶意掰断了中国选手严希波的右胳膊。见此情景，杨建平再也忍不住了。毕竟刚才被掰断胳膊的选手是杨建平的师弟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了韩国拳王这个勇气，竟敢在媒体面前恶意推搡杨建平。可知道杨建平是中国拳坛打老外最狠的那一个，不管是日本拳王还是美国冠军，只要遇到杨建平，通通都撑不过一回合被打昏死过去，甚至直接被打得当场猝死擂台。俩人在赛前都已经签订了生死挑战书，要是杨建平打死了这个所谓的韩国拳王，杨建平非但不用负责，而且还可以获得高额奖金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，比赛开始。但是压轴的比赛是由红方杨建平对韩国选手金立硕，比赛已经开始，我是现场解说陈厚成配，我是蔡志贤。开始杨建平的非常猛烈的一个低扫，而且后手重拳。回合刚开始30秒，杨建平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擂台掌控力。眼睛受伤的金立硕一个不小心就被杨建平带入到了地面缠斗，拿到上位的杨建平并没有合适的进攻时机。这个所谓的韩国拳王一直搂着杨建平的脖子，看来杨建平在短时间内无法对金立硕做出太多有效的进攻。封闭式的防守，把这个杨建平紧紧的锁住。那这时候杨建平可以做一些 GMP 站起来。这时候相当的凶险。担心三角锁，三角脚，小心要当心，不要让他扣住。哎呦，进来了，差一点。那这个在下位的金立硕只要做一些虾行，把角度做一个变换，就有可能锁到这个杨建平的颈部。现在有一点锁到颈部了，目前在尝试换角度。一直压制无果的杨建平开始转换角度，结果却被金立硕拿到了手臂。愤怒的杨建平直接将金立硕抬了起来。2次砸击也是让金立硕撒开了杨建平的手臂，这种解套方式需要很强的臂力。别看杨建平身材娇小，但杨建平的臂力绝对要大于所有同级别选手。地面实际上是非常凶险的。好，现在金立硕做一个防御，好，及时站起来，动作非常的快。双方回到了这个原点，是这一场是漂亮多了。当然双方已经进行了一下力量较量，双方对地面的情况有所了解。对，力技上也有发挥，在地板上呢也非常的激烈，相当精彩的比赛。好 ，overhand right， 这个杨建平的企图心相当的强烈。因为赛前我跟他讲不能像上次 UFC 这样太保守了。对，灵活的杨建平出拳出腿非常果断，不管是出拳还是出腿，都可以给金立硕带来一定的压制力。这个金立硕在中国也是打了好几场比赛，对中国 MMA 选手的打法也是颇有了解。反观杨建平可是中国 MMA 界的佼佼者，岂会轻易让金立硕在中国拳坛立足？那我认为是杨建平可以继续利用他的力量，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。这个很漂亮的拳法，还有一个下勾拳加后者的重拳。好 ，take down， 差一点。这个柔道的摔法，但是呢，金立硕很厉害，这个翻身爬起来，这个没有，跳踹了这个肋骨。杨建平技术是非常全面的，但是动作并不好打。对，在开个受了训练了，应该相当的扎实。目前这个杨建平除了在东方荣誉之外，他也到这个泰国很著名的一个 MMA 的一个拳馆泰国这边受训。Valentina 也在那边受训。但从这个准备来说的话，金立硕他可能准备东西比较少。但是金立硕对杨建平会非常熟悉。是。杨建平赛前还跑过来问我说，金立硕在之前在台湾的打法，我大概跟他讲了一些。杨建平一个眼疾手快，成功把金立硕带入到了地面缠斗。即便金立硕的抗压能力很强，那也无法让杨建平放弃对金立硕发起主动进攻。这个韩国拳王又开始实施消极动作，看来这个动作是韩国人专属的抗压动作。有点尝试想越位可以走旁边或走中路都可以，两种选择都可以。或者像那招牌动作翻身，杨建平就喜欢做翻身的一个越位。杨建平曾经在空中有个空翻，直接越到了这个日本这个对手的侧面，都可以，都相当的漂亮。对，但是历史会重演吗？这也是比较难的事情。他不放弃仍然尝试越位再开始。第2回合刚开始，杨建平就对金立硕展开了全面进攻。不过这个金立硕也不是什么善茬，急忙就开始对杨建平展开了反击。身材娇小的杨建平打起架来非常灵活，不仅可以轻松躲过金立硕的追击，
而且还可以对金立硕做出相应的有效进攻。里面的看一下，哎，又退快，第3个侧串。那看起来这个杨建平是要用力气解决金立硕。力气呢打倒金立硕，踢他实际上对腿没有太多的防守，是。就像有些人会接腿摔啊，或者说接着做动作，对他没有这个抬腿预踢啊，没有多一个接腿。我觉得对头的防守也不太好。对，其实站立的话，杨建平是可以站着再发挥一下，但是总觉得不够过瘾。如果能给他用长时间的站立对拼并没有让杨建平占到优势，所以杨建平决定将比赛局势拉到地面缠斗。再次被带入到地面缠斗的金立硕依然在实施消极搂抱动作，根本不给杨建平任何发起主动进攻的机会。看似杨建平是在上方压制位，其实杨建平根本无法对金立硕做出有效进攻，只能稳于现状，等待一个合适的进攻机会。要防止他，就要防止他。对，因为金立硕的脚是非常黏的，他要找机会一直往上拔。开始击打，然后站起来了，杨建平又敢这个把金立硕抓起来摔，他应该用这个上击打他，开始击打，哎呀，这个低扫重新站起来的金立硕就像是一个攻无不克的坦克，结果直接被杨建平抱起来，重重摔在了地上。进入到地面缠斗的杨建平还是十分无奈，只能依偎在金立硕胸口不能做动作。看来这个所谓的韩国拳王还是不能小看，毕竟在前几天击败了严希波。此时的金立硕正在势头，几乎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当的境界。真的，金立硕脱逃了好几次。这个杨建平这个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机会，有点可惜。本来这个他这个击打他应该很有。对，就不要做降服了，直接打啊，因为你 take down 是可以的，那 take down 完就直接打。这个做走法，再度被抓到了。好，这个打的不错。杨建平也跟他做一个走法的对抗。对。第2回合剩下1分半。杨建平双方体能的考验比较大。是。非常相当的度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杨建平的进攻攻势又增强了很多。面对金立硕的拼死反击，杨建平根本不会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。长时间的对拼也是把俩人的体能消耗了一大截。灵活的杨建平只能与金立硕打拉扯战，并不能采取与金立硕对轰的战术，毕竟杨建平的体型不占优势，打起架来显得非常的呆滞。金立硕实在防守非常好。在下位把你踢出来之后，要吃了，再来，我贴到了点啊，这个好，好，到侧位，这个侧位上太会转了，这个金立硕实在非常会转。就这个机会又没有抓住，没办法，那个太会转了，一转开了。然后这就是一般的一个防守的姿势啊，就是双手一个抱头，然后用脚来对付你，然后会做这个圆形的动作。我觉得这个建平也不用太着急，其实恢复一下体力。要掉拉动，我不跟你玩地面了，我要玩阵地了，叫他起来。但这时候可以稍微稳一下，调整一下体力。明知站立打不过的杨建平开始对金立硕打地面，即便是进入到地面缠斗，杨建平也无法给金立硕施加压力。不过这个金立硕却暗藏玄机，看似是在限制杨建平做动作，其实是在保存体能，准备将杨建平 KO 掉。要把位置撤过。就是看看杨建平怎么发挥智慧啊！毕竟已经把他推到这么多次了，你是爬不过去，你看还是爬不过去，又被他踢开了。杨建平体力受有点影响，越踩对了，所以呢做不出动作。那么别人金立硕还去启动。杨建平四处找机会做侧穿。主要是要分配好体力，这是那个金立硕先关下蹲防止他摔，对，直接蹲。其实金立硕是要用做膝撞才对，你一下潜我就膝撞。两人的体能几乎已经告急，不过金立硕的体能貌似更加充沛一点，然而灵活的杨建平却一直在拉扯，自身的体能肯定是要比金立硕消耗的多。对于杨建平来说，
这场比赛关乎到自己在中国拳坛的荣誉，既然战力打不过，那就与金立硕打地面，尽量拖到比赛结束。不然在他起的时候，快起边头就能踢中头部。对，金立硕真的有他一套啊，屡被放倒，屡次站起来。打拳也是可以的，健野拳的拳也比他好。不要靠边，怎么找到角落呢？最后20秒。好，最后20秒。杨建平有点体力不太够的样子。好，该来这个。这个是对的，金立硕是按住爬起来，跑，还有最后20秒。杨建平没力了。比赛还剩下最后的10几秒，杨建平就死死抱着金立硕的大腿不撒手，貌似是已经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，只为维护中国拳坛最后的尊严。别看杨建平非常狼狈，其实他已经用尽了全力。即便如此，杨建平还是没能把金立硕 KO 掉。最终杨建平获得了比赛胜利。先不说杨建平打得怎么样，最起码杨建平冲上了擂台，与金立硕对拼了3个回合。拥有此胆识的选手在中国拳坛寥寥无几，不仅为师弟报了仇，还在国际擂台证明了中国搏击。大家感觉杨建平打得好的话，